拜登给出两个选项：一、制裁俄罗斯；二、开启世界大战。这释放了什么信号？俄乌冲突的未来走向如何？2月27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发文，拜登称，如果不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采取大规模制裁，替代选项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据了解，当地时间26号，美国播客节目对美国总统进行了采访，采访内容主要就是俄乌冲突中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问题。拜登在采访中表态，你有两个选项：开始第三次世界大战，与俄罗斯开战。第二，确保一个如此违反国际法的国家为此付出代价。拜登还补充道，目前还没有可以立即起效的制裁措施。这不是说你可以制裁一个人，然后说你再也不能成为俄罗斯总统了。但我认为，我知道这些制裁是有史以来最广泛的制裁，包括经济制裁和政治制裁。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在近日陆续宣布了制裁俄罗斯的内容。其中，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我们将禁止加拿大购买俄罗斯主权债务，我们将对俄罗斯的国有银行实施额外的制裁，并阻止与他们的任何金融交易。随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宣布，针对俄罗斯承认乌东独立的2个共和国的相关人员，日本停止发放签证并冻结资产，禁止2个共和国与日本之间的进出口，禁止俄罗斯政府在日本发行流通新的主权债券。说实话，在俄罗斯承认俄乌东部2国独立后，加拿大与日本的制裁就像是完成一些表面工作，日本甚至只是对被承认的2个乌东国家相关人员进行了制裁，而且制裁内容只是不发放签字，对俄罗斯的制裁也是不痛不痒，这样引起了关注俄乌问题的网友们不少笑话。归根究底，这次的俄乌冲突真正牵扯到的是美国、俄罗斯、欧洲、俄罗斯4方。为什么没有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只是大国博弈的一个工具罢了。对于日本和加拿大以及欧洲一些国家而言，制裁俄罗斯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但都只能跟着美国老大哥的步伐走，属于是迫于无奈了。我们就拿日本来举例，作为一个岛国，资源一直都只能靠进口，而俄乌冲突的爆发将会造成国际能源价格的不断升高，这对日本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儿。日本总理岸田文雄也对此并表示，日本原有储备量共240天，液化天然气也有电力和天然气公司2到3周的库存，以此来平息国内的不安情绪。日本民众也纷纷在网上讨论，大多数人都看出了日本政府是避开了与俄罗斯的正面制裁，态度还是非常谨慎的。但随着俄乌冲突的白热化，俄罗斯军队已经进入了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战争事态一再蔓延，对俄罗斯的制裁也进一步加强。2月27号，美国与欧盟委员会、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的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我们将被选中的俄罗斯银行从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国际结算系统中排除。这一举措将确保这些银行与国际金融体系脱节，并损害他们在国际上经营的能力。这一联合声明对俄罗斯来说可以算金融核弹了。可能对此有些了解的朋友会说，俄罗斯还有自己的结算系统 SPFS， 并且除此之外还有中国的跨境支付系统 CIPS。 联合国、美国联合多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虽然会有影响，但应该算不上金融核弹吧。我们不要将俄罗斯的结算系统 SPFS 看得太乐观了。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在国际贸易当中，付款、收款和转账等一系列资金交易都需要互相通讯联系，并且每个国家银行的标准不一样，像是对货币大小的称呼和货币进位制，所以国际用各种货币做生意，办理银行间业务是非常麻烦的，所以就出现了这个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简称 SWIFT。SWIFT 目的就是让世界各国银行间的通讯格式统一，大家在同一个标准之下，贸易往来就会非常方便简单。现如今，全球各种货币的结算基本上都是通过 SWIFT， 全国的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都会有一个唯一的 SWIFT 码，通过这个代码来进行全球主要货币的清算。所以这次美国联合一众西方国家将俄罗斯部分银行从 SWIFT 排除，
对俄罗斯的进出口贸易影响十分大，并且俄罗斯是一个极度依赖世界经济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就是靠着能源出口和军需出口，这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了。同时，欧盟会主席冯德莱恩还表示，我将视局势发展决定是否把制裁范围扩大到其他俄罗斯银行。欧美这一举动正是要切断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后果不亚于一次核打击。伊朗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2012年，伊朗核问题加剧，欧美为应对紧张局势，切断了伊朗4家主要银行与 SWIFT 的联系，这就导致伊朗当年 GDP 增速从前一年的 2.7% 迅速跌至负 7.4%， 并且导致伊朗损失了近一半的原油出口收入。2018年，伊朗50家银行再次被禁止使用 SWIFT， 原油出口量再次下跌 60%。导致伊朗的货币里亚尔暴跌至制裁前的1/6。伊朗国内恶性通货膨胀，不得不重新发行新的货币。所以说，拜登提出了2个选项，不如说拜登在用第1个选项迫使世界大战开启。甚至我们极端一点，拜登就是在等着世界大战。我们前面说了，俄乌冲突涉及到美国、欧盟、北约和俄罗斯，而这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就是美国。通过俄乌冲突，欧洲不稳定的局势使资金大量回流，暂时解决美国国内的通胀问题。其次，加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能力，让欧洲国家看到俄罗斯的强大，不得不继续依赖美国。但这些都只是美国中短期的利益。从长期来看，美国非但没赚，还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这次的乌克兰和上次的阿富汗2次的事件，极大程度地削减了美国的公信力。跟在美国后面的国家不敢再轻易相信美国的承诺和支持。美国是战后秩序的主导者，如今世界秩序紊乱，对美国就是最大的打击，损害了美国的根本利益，并且缓解国内的通胀也只是暂时的。恶性通胀和金融危机就实打实的摆在美国的面前，所以拜登很有可能企图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复制美国的发家史，让美国安稳地度过这次的危机。拜登给的选项中只有制裁和战争，甚至没有给谈判任何的机会，而制裁的力度也越来越大，经济政治的制裁已经开始。据了解，美国国会已经完全屏蔽了俄罗斯媒体。我们知道，美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媒体，而美国是世界霸主，所以美国的媒体就是世界的媒体，美国可以轻易地制造舆论走向。所以这次的制裁是全面的，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近日宣布，俄罗斯战略威慑力量转入特殊战备状态。俄罗斯面对全方面的制裁，必须采取极端的手段，这手段就是核武器。目前俄乌冲突最好的结果就是俄罗斯退出乌克兰，北约与俄罗斯签订协议不再东扩，但显然这并不容易实现。而最坏的打算就是世界大战，这也可能是拜登想看到的。